7月31日晚，商务部、海关总署、国家国防科工局、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发布了今年的第27号、28号公告，对无人机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，对部分无人机实施临时出口管制。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助力中国发展。公告分别对部分无人机专用发动机、重要载荷、无线电通信设备和民用反无人机系统等实施出口管制，对部分消费级无人机实施为期2年的临时出口管制，同时禁止其他未列入管制的所有民用无人机出口用于军事目的。公告将于9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此前中方已向有关国家和地区做了通报。中方此次出台对无人机出口管制政策有何考虑？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应询表示，高性能无人机具有一定军用属性，对其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惯例。2002年起，中国逐步对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，管制范围、技术标准与国际保持一致。近年来，无人机技术快速发展，应用场景不断拓宽，部分高规格高性能的民用无人机转用军事风险不断上升。中国作为无人机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，在充分评估论证的基础上，决定适度扩大对无人机的出口管制，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地区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指出，中国政府始终致力于维护全球安全和地区稳定，一贯反对将民用无人机用于军事目的。此次中方适度扩大无人机管制范围，是展现负责任大国担当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、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举措。军事专家蓝顺正告诉长安街之士，此次出口管制政策主要限制的是工业级别的无人机，其特点是功率较大，留空时间较长，飞得更高更远，可搭载的东西更多，被改装或进行其他用途的潜力更大。同时还对一些可用于军事方面的技术做出限制，例如红外成像设备、合成孔径雷达、无线电视传输技术可用于侦察和信息回传，激光目标指示器可用于精确打击，翼战控多机能力大于10架则指向无人机蜂群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出口管制还对民用反无人机系统做出了限制。蓝顺正指出，此前中方也出台过类似的无人机出口管制政策，但没有过多强调民用反无人机技术。如今对这一技术也开始制定相关规则，说明我们的民用反无人技术也发展到了较高水平。民用反无人机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上，也可以对付军用无人机。蓝顺正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要防止相关技术外流，避免对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造成负面影响。湖南师范大学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滕建群指出，中方此时出台对无人机的出口管制政策，主要有2方面的考虑。第一，作为负责任大国，在无人机技术包括材料、零部件等出口方面展现担当。无人机作为一种新兴技术，随着技术不断发展，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领域。目前在全球范围内，无人机无人化作战平台正在改变战场环境，规范使用的话，肯定会为促进生产和社会生活带来更多好处，但如果滥用，就可能会造成滥杀无辜。滕建群说，从负责任大国的角度看，中国带头提出对无人机加以出口管制，在国际上展现了我们的鲜明立场。第二，加强国内无人机研发生产的管理。中国的无人机技术处在国际上处于领先的位置，如何做好整机以及相关的材料配件的管控，需要制定相关规范，也是加强国内无人机技术发展，特别是民用无人机技术发展的需要。长安街知识注意到，正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所说，对高性能无人机实施出口管制是国际惯例，一些无人机技术水平发展较高的国家，特别是美国，都已出台严格的出口管制措施。蓝顺正指出，在上世纪80年代建立的集团性出口控制制度、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中，就对美国为首的西方7国无人机出口做了限定。当时他们的无人机技术很先进，如今我们的技术迎头赶上，制定相关的出口限制是很公平和正常的。蓝顺正说。滕建群介绍，美国对于敏感物项的出口管制非常严格，既有立法又有相关的机制，任何一项敏感物项要出口，特别是涉及军民两用技术，都要经过几个部门的审批和一系列严格的审查，最终保证这些出口物项不会用在对美国不利的地方。此外，欧盟、俄罗斯也都有相关的出口管制措施。
无人机作为一个新兴技术，从提高生产、促进民生等方面来说，应该加强发展的力度，但从确保安全方面来看，一定要有国际规范。但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公约或条约来规范如何使用无人机，这是国际社会当前面临的一个挑战。滕建群说。